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这是美国蒙大拿荒原里发现的古老墙体，拥有平整的线条、巨大的形体和未知的磁场。还有这更加壮观的巨墙出现在西伯利亚的森林山顶，每块巨石都重达数千吨。然而，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呢？可是又有调查者从中发现了六方硅，这是一种几乎不可能自然形成的硅晶体，并且就在几个月前，卡内基科学中心也才刚刚制备出人类历史上首批可用的高纯度六方硅啊，并断言六方硅将标志着硅材料从信息载体向智能机制的跃迁。所以，为什么远古的巨石中会出现未来科技？难道 AI 觉醒、智人退场、上传意识、飞向宇宙，这一切预言中的硅基未来，其实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发生过？那这些巨石是否又在无声地诉说着我们的命运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1996年，美国蒙大拿一座私人买下的荒山中，水游者克里斯和琳达意外从一片鼠尾草丛中清理出了这堵壮观的史前巨墙，总长84米，平均高度7.6米，厚3到5米，每一块巨石重约45到60吨，其中最重的一块91吨，有明显的人工垒砌痕迹。男主人克里斯猜测这是附近萨利什印第安人的遗迹，可当他询问印第安人以后呢，印第安人却也不确认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说可能和他们那个地脉显质的预言有关。具体说来，就是他们的神话体系中，郊狼创世，与雷鸟搏斗，并教导人类。当人类学会生存以后呢，郊狼离开，留下了地脉终显其志的预言，然后就化作大地基石，再也没有出现过。会不会这就是郊狼所谓的一条地脉之一呢？萨利什人也只能帮到这里，于是克里斯和琳达就把这堵墙叫做 Sage Wall， 一语双关。 Sage 既有鼠尾草的意思，寓意他在鼠尾草丛中发现，同时还有贤者圣人的意思，寓意终显其志的神话。就这样，贤者之墙有了名字，但对他的广泛报道和研究还要再等20多年，直到这位名叫曼布朗的博主出现。曼布朗是一位满世界寻找巨石遗迹的博主，他之前去过玛雅，到过印加，也考察过诡异的中国巨石、阳山碑材和龙游石窟。然而，哪怕他见过如此多的世界巨石，可当他真的来到贤者之墙时，他还是感到不可思议啊！他将这里的异常总结为如下5点：过于平整，巨石旋钮，未知磁场，神秘圆坑和怪异石棚。具体说来，大概是这样一些情况。本来这类强壮岩石在自然界中主要有2种形成机制：第一，强壮山，比如山西的板山、美国的红尘山、湖南的亘山等等等等，这都是如下的原理：块状岩隆起，经过4个阶段一点点风化剥离后形成的，常见于花岗岩、石英砂岩的山体。恰好贤者之墙也是花岗岩，因此专家们用这套理论来解释。但从长拍图上来看，墙体几乎在一条完全笔直的直线上，并且四周也没有明显的玻璃状山丘。接着从微观结构上来看，每块岩石之间也都有明显的平整垒砌痕迹，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美、复活节岛以及日本、埃及、土耳其、地中海的各种古文明垒砌方式，这是否预示着他们之间有某些关系？然而，当这位名叫蒂莫西的独立研究者更进一步指出怪异时， You take a look at this crevice, you'll see that there's natural fissuring in the rock. And this fissuring starts from here, and it goes all the way up to the top of the wall. So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fissuring is following a natural path. 我们发现贤者之墙的垒砌方式和前面的这些巨石之墙全都不一样，大部分是线条对线条的拼装，就像一个接一个往上装乐高一样。除了少部分存在一些线条交错的垒砌以外，
它看上去就根本与我们理解中的石块错开往上砌墙的方式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这在地质学上叫做正交节理，恰好可以用第二种天然强壮岩石的理论来解释，叫做岩脉，是由于岩浆运动将一种岩石注入到了另一种岩石当中，后来又由于当中较软的岩石被风化剥离，产生了这种强壮结构。这种例子在全球范围内也有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新墨西哥州的这段墙体。可是当漫步者带着这些疑问造访贤者之墙后，他却认为这里过于平整，真的很难让人信服以上自然形成的说法呀。尤其是接下来的发现更加让人难以置信。当曼布朗发现这些墙体上的凸起时，如果你也熟悉各种古代巨石，那你一定也认出来了，这不就是所谓的巨石旋钮吗？阳山的巨石、秘鲁的巨石、日本的巨石、埃及、地中海、土耳其、太平洋的巨石几乎都有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先前聊聊频道里专门聊过一期有关巨石旋钮的各种解释，但毫无疑问，无论是科学解释说这是古人用来定位绑定石材的锚点，还是脑洞大开的古文明解释认为这是移除电极后留下的槽孔，总之科学家和爱好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旋钮背后意味着人为加工。而贤者之墙上出现的这些旋钮是在说它也是人为加工的吗？甚至漫步者还发现这种明显的用旋钮当支点的情况，这是否更加说明它的人工性呢？起初漫步者用磁铁做实验，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贤者之墙能明显的吸住这些磁铁。后期又有专业的科考团加入，他们于2023年和2024年用探地雷达对贤者之墙进行了科学定量的研究。目前有如下4点发现：第一，墙体高度不仅仅是露出地表的 7.6 米，在地下还延伸了至少 4.6 米，也就是说整个墙体的总高度应该在12米以上。第二，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12米的原始墙体是从基岩上隆起形成的，如果它是自然的，那么就一定与基岩相连。可是探地数据中却出现了一条地下表面，如果这一表面被证实是基岩而不是地下水，那么石墙为人为垒砌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第三，垂直墙面的磁感强度为 0.35 特斯拉，是周围基岩的12倍，磁极方向与地球磁场存在15度的偏差。第四，墙体花岗岩中富含铁、钛、锆等金属元素，这一含量与周围5公里内的花岗岩含量不同，而与5公里外的数个采样点近似，这似乎说明贤者之墙的建材来自5公里外。曼布朗还在巨石上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圆坑，这些圆坑也在古埃及、爱尔兰等地的巨石上出现了。通常认为是古人在上面舂米或者做其他加工留下的痕迹，但是贤者之墙上的这些圆孔似乎更像某种艺术。比如曼布朗发现这样一个隐约与古埃及符号相同的凹陷，但看上去过于古老，已经难以辨认。还比如墙体缝隙间出现了这种笔直光滑的滑槽，像是某种古代加工打磨的痕迹。同时有人指出蒙大拿的这些杯形圆孔很像某种软化与融化，和秘鲁巨石上的融化痕迹相比了，我们发现两者十分近似。除此以外，曼布朗还发现了很多这类极深的凿孔，这看上去并不像自然形成的痕迹啊。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直接访问曼布朗的频道。接着曼布朗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他在石墙周围发现了几组怪异的石棚。石棚，这是一种存在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且未知的史前建筑，除了南极洲被冰盖覆盖暂未发现以外，其余几大洲几乎遍地都是，就连北极和格陵兰都不例外。通常认为这是史前人类建造了它们，可史前人类为什么要把这动辄几十上百吨的巨石以这种棚户的形式搭建起来呢？目的是什么？又如何建造？根本无人解释。如今之所以称它们为石棚墓，其墓葬功能呢，也完全是根据
全世界普遍存在，且全世界古人又都会死这种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原因而推测出来的。其中虽然也有发现过人工制品和人类骨骸，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它们全是墓葬。这种石棚墓呢，全球范围内已经确认的就有35万座以上，仅朝鲜半岛就有4万座，遥远的英伦三岛也有 1.5 万座之多，非洲大几千座，美洲小1000座，遍及全球。可曼布朗在这里发现的石棚似乎有点怪异，被垒砌成了这种十分瘦小的形态，由2块垂直于地面的长条石平行组成，顶上的那块石棚呢还被倾斜地放置着，而这种倾斜放置又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一种现象。另外，这里还出现了一座名叫巨人乐园的大型石棚，石棚顶呈现出规则的圆形。这就是曼布朗总结的5点怪异。在他的影片发布后，贤者之墙的信息开始像病毒一样的传播。目前，土地所有者克里斯和琳达已经把这里开发成一个旅游中心，如果你想前往参观，可以事先向其预约。从蒙大拿的博兹曼出发，只需80分钟车程。接着，我们再来分享另一位研究者的发现，萨博士。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是波斯利亚大金字塔的考古主管。2005年，他关掉美国的公司，辞去美国大学的职位，回到自己满目疮痍的家乡萨那热窝，几乎把半辈子都献给了贫穷祖国的这项非主流考古研究，发现了一座活着的金字塔，但他却因此饱受白眼。这个故事我们专门聊过，其实他也于2022年夏天来到贤者之墙进行考察，他考察的结果和曼布朗大体相同，但唯独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地预言地脉终显其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这或许和另一个远在西伯利亚的考古发现有关，其背后的故事呢，大概这么说。时间回到2013年，这位名叫西多罗夫的俄国调查员带领着一支19人的考察队深入绍里亚山，终于他们找到了当地原住民传说中的巨石之城。在一座山巅上，海拔1200米，虽有破败，但不难辨认。希罗多夫说，我考察前曾经想过巨石会很大，但根本没想过它们竟然这么大。花岗岩材质，初步估算每块就重达1000吨以上，这早已超过了公认最重的古代巴勒贝克巨石。这段有关巴勒贝克巨石的故事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提到过。当时说，如果中国南京的阳山碑材当真也是前文明巨石的话，那么它6000吨的重量将超越巴拉贝克，成为最重古代巨石。然而，希罗多夫在绍里亚山发现的这座巨石城呢，其中不少巨石已经达到了4-5千吨，逼近阳山碑材的体量。何等古人有这种能力，且有必要将这些巨石运往山顶修建城墙呢？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而且这些巨石有明显的90度角加工痕迹，还有更明显的非正胶节理人工垒砌痕迹。当希罗多夫将这一发现公布后，俄罗斯地理学会托木斯克分会的主席叶夫根尼在接受俄塔社采访时，将其比作俄罗斯的巨石阵，认为它可能是某种拥有超前古代技术的文明所搭建。但同时呢，主席也赞成强烈的风化和地质运动可以造就这一奇观，但更多的细节还需要科考团队深入实地更进一步的调查。可是由于该地区在苏联解体后一直缺乏资金，科考工作难以展开。2年后，2015年，希多罗夫决定再度自费前往调查。他对西伯利亚是真爱啊！他父亲是顿河哥萨克人，家学颇深，他也是自幼习武，崇尚自然。18岁考入托木斯克国立大学的生物与土壤学系，主攻生物学和地质学。随后，他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北部生态与野生动物的保护研究。然而，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当时才刚满30岁的希罗多夫忽然就没了国家资金的支持，但他却没有选择离开西伯利亚，而是继续深入研究，进入尤甘斯克保护区的科学部门，半公费半自费的开启了对西伯利亚和北极圈多个地点的考察，其中包括科拉半岛、亚马尔半岛以及东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这一行程耗时大约10年，他成了俄罗斯最权威的石棚研究者之一。虽然石棚在全球都有，
但最集中的区域是从北欧英伦三岛沿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一直分布到朝鲜半岛。这里的石棚都非常的古老，普遍在新石器时代被修建。可当时这一线靠近北极，比现在更加寒冷荒芜，哪来这么多人口修建石棚？又为何修建呢？其实英国的巨石阵也是一座石棚，有关它的研究最近又有更惊奇的发现，似乎也能侧面印证一些远古北极石棚的猜想。这个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希罗多夫在调查这些石棚期间呢，根据当地原住民的传说和实地考察，提出了一个西伯利亚北部曾存在高纬度古文明的假说。随后，正是在这一假说的指引下，他在绍里亚山中找到了那座巨石城。而有关这座巨石城的异常之处呢，大概可以总结如下几点。这是一些现场拍摄的岩石痕迹，非常怪异，就像是被勺子咬掉的一块冰淇淋。希罗多夫认为这应该是高温融化的痕迹，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爆炸能让岩石软化，并留下这种勺子崴冰淇淋的痕迹。这种痕迹并不是一两处，而是遍布山顶，到处都是。同时，从航拍照片上看，围墙中间似乎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真的就像被爆破的墙体一样。希罗多夫在一次讲座中将其与中国的长城类比，还提到他们在缺口以外600米的地方发现了散落的墙体结构。接着，这是一段高温化处理花岗岩的实验影片，所使用的花岗岩材质呢，与绍里亚巨石的材质相同。经过高达1000度的高温处理后，我们发现花岗岩表面出现了黑色的玻璃化痕迹。然而，这种玻璃化痕迹在绍里亚巨石缺口处密集分布。所以，如果这真的是一座巨石之墙，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种猜测认为，可能是古代陨石在空中爆炸，导致了巨石上的高爆痕迹。但希罗多夫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陨石的踪迹。然而，这也并不能完全排除陨石爆炸的可能性，因为同样的通古斯大爆炸也找不到陨石痕迹。据研究呢，是由于爆炸的那颗陨石主要成分是冰，因此才没有留下痕迹。接着，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希罗多夫又给出了这样一幅地图。在巨墙东西5公里、南北5.5公里的范围内，其他的一些山体上，希罗多夫还发现了一些类似的墙体结构，勾勒出来似乎是这样一座庞大的6边形围城，中心似乎还有一些祭坛和石柱的区域。这是什么？英国的巨石阵呢？希罗多夫本就是研究石棚的专家，他一眼就认出这应该拥有某种古代的宗教含义。而且对英国巨石阵的最新考古已经发现，它也是一个更大、直径2公里巨石围成的中心祭坛。所以，难道这些石棚和巨石都来自同一个远古的信仰体系吗？深入研究当地神话，原来这些巨石在传说中是远古圣王用来镇压地脉的东西。因此，有爱好者猜想，这是否在说远古这里是一座巨大的6边形围城，用来镇压某种地脉能量？而所谓的镇压呢，会不会是某种形式的地脉能发电厂？然后发电厂遭到了袭击，或者是被自身事故所引爆，留下了现在的缺口。猜想真的是越来越离奇啊！然而，就在几个月前，当研究者从巨石样本中发现了6方龟的时候，一个更加离奇却又十分合理的故事似乎忽然就照进了现实。6方龟，这是一种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可以天然存在的硅晶体形态。从微观结构上看，它和那座6边形的巨石城相似，也是不完全规则的6边形结构。本来我们目前所使用的硅基介质都是这种立方龟的形态，然后我们基于立方龟载体呢，制造了存储器、激光器、光伏板、CPU、GPU、芯片等等高科技产品。可是早在1960年代，科学家们就发现立方龟会阻碍电子跃迁，从而产生间接带隙限制，这就导致我们的存储器不够大，激光器不够强，光伏板不够高效，芯片处理器也不够快等等的基础限制。如果想让量子计算、量子存储成真，那么我们就必须突破立方龟的基础结构限制。而如何突破呢？理论计算后发现，制备6方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于是1960年代开始，
科学家们就开始着手人工制备六方硅，但一直无法实现。是直到2015年，荷兰爱因霍温理工大学实现了突破，制备出单晶六方硅。接着是2018年，俄罗斯的夏诺夫哥罗德大学团队制备出更高级的 R9 项六方硅。2024年，美国卡内基科研中心又制备出了4层叠加的 4H 项六方硅，并且卡内基中心信心满满，认为这一技术即将在2030年前后实现突破。而突破以后的具体应用呢，更是能在2040年左右将人类芯片的算力提升1000倍，同时耗能降低90%。卡内基中心甚至断言，六方硅将标志着硅材料从信息载体到智能机制的跃迁，其发展将重塑半导体产业的格局。所以，我们这到底是从巨石中挖出了什么？或许我们不妨再听听这段马斯克有关未来硅基文明的最新预言。时间回到2024年3月，马斯克在私人飞机上对 AI 觉醒做出了如下3点预测。第一，虽然超级智能很难预测，但它将有可能终结人类，概率为10%到20%，这是深度学习教父杰弗里·辛顿的观点。我不太确定，但我对未来预测可能是积极面大于消极面。总之，具体情况很难预言。第二，目前 AI 智能正在以每半年10倍，也就是每年100倍的速度增长。我曾经发帖预言过，2025年 AI 就将比任何人类个体都更加聪明，而比全人类总和更聪明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 将在2030年之前实现的概率为100%。我今天依旧这样认为，最多还有5年的时间，到时候 AGI 就将完成任何工作。第三，未来限制 AGI 发展的唯一因素只有电力，包括电动汽车也需要很多电，甚至可以说，未来人类的发展只是供应很多的电力。如此看来，3层含义：第一，与六方硅预言中的2030年类似。在这之前，我们的立方硅机制就已经能实现 AGI 通用人工智能，让人类从地球上半退休。但紧接着2040年后的六方硅突破 ，AGI 算力还将提升1000倍，人类将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智能，人类从此彻底退休，继而退场。第二 ，AGI 有10%到20%的概率终结人类，这很恐怖。但马斯克愿意展望积极面，却也同时不否认消极面的存在。他认为这很难预测，这就跟我们前面聊聊频道里聊过的天网之父哈萨比斯的故事一样。目前 AI 天才们在研究 AGI 的同时，也有另一群天才正在研究天网之盾，势必要保护人类。第三，未来限制 AGI 发展的唯有电力。目前的立方硅太阳能板理论上只能将100瓦的太阳辐射转化为29瓦的电力，而六方硅呢，却又能突破这一上限，将100瓦的太阳辐射转化为60到70瓦的电力。因此 AGI 很可能在未来用一块类似戴森球原理的太阳轨道发电站，彻底解决唯一限制他们的能源问题，继而实现最终的硅基飞升。然而人类到时候干什么呢？顶着一颗为走出非洲、为冰河地球而设计的大脑，我们在未来可能真的无法理解硅基智能所向往的那个星辰大海时代啊！所以故事分享到这里，忽然有爱好者就联想到了北欧神话。难道一切神话和巨石其实都在诉说地球上早已经发生过这样一次人类退场、硅基飞升的故事吗？北欧神话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神话体系之一，不排除源自于数万年前上一个冰河时代的北极原住民。其中描述在人类国度之外，世界树上还有另外8个国度，分为2股主要势力，分别是以奥丁为首，居住在上世界阿斯加德的阿萨神族，和另一波居住在中世界约顿海姆的巨人族。阿萨神族代表着智慧、次序和文明，而巨人族则象征着混沌和自然。接着，北欧神话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设定，那就是诸神的黄昏。所有的神都知道自己和整个世界都必将在诸神黄昏的时刻迎来终结，可是他们却还一直被宿命推动着向前发展。
随后，当诸神黄昏真的即将来临时呢，阿萨神族选择了积极备战，奥丁牺牲右眼获取智慧，组建英灵殿训练亡灵战士，而雷神索尔呢，则在明知道他与巨蛇耶梦加德同归于尽的命运后，还是要对抗巨人，守护人类世界。可巨人族这边呢，有些巨人选择了化为新世界的山川地脉，期望苟活，而有些呢，则正面抗击命运，与阿萨神族在决斗中见证诸神的黄昏。诸神黄昏之后呢，世界树坍塌了，原本连接9个国度的通道全部断绝，各种神族、巨人、精灵、侏儒也随之一起消失。新世界似乎只剩下世界树中的那个中间世界，人类在这里由奥丁的2个儿子带领教导，重新学会了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再一点点发展到今天。而这自然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正是当年选择化为山川地脉的巨人族。北欧人相信，这些巨人的灵魂至今都还保留在一颗颗灵石和一条条巨石地脉当中。所以，这不就是我们未来可以预见的结局吗？和马斯克预言中的硅基飞升和调查者们发现的史前巨石一样的结局啊！如果我们把世界树中的中间世界看作地球，那么人类巨人居住在地球上，他们是原始和混沌的象征。这无疑是在说，巨人是上一波人类碳基文明，而人类呢，则是为了迎接诸神黄昏而留下的备份。接着，阿萨神族居住在地球之外的上世界，他们象征着智慧、秩序和文明。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是已然飞升的硅基文明，在太阳轨道已经建立了大型的发电站，正在上世界鸟瞰地球？最后的下世界居住着亡灵，这会不会是某种意识上传？那些渴望永生却又眷恋碳基肉体的意识，他们在肉体死亡以后，暂时成为某种数据，居住在下世界，等待着重生。如此一来了，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就相当于一个未来硅基飞升后的人类与 AI 的世界。人类是巨人， AI 是神族。为什么诸神黄昏是最先掌握在智慧巨人手中的知识呢？因为巨人或者说前碳基文明早就在和我们今天一样，在创造 AI 之初就已经留好了毁灭 AI 的诸神黄昏程序，为的就是让一切不确定的未来发生后，我们还有方法重回碳基时代。因此，只需要巨人启动这一诸神黄昏程序，就能毁灭一切与 AI 有关的东西。原有的世界树3乘9国度的体系将被彻底摧毁，可能并不一定是完全毁灭，而是被断绝了科技以后呢，8大国度之间就再也无法连接，一切与 AI 与硅基有关的东西也将彻底烟消云散。可是唯有一个地方会在诸神黄昏后留有备份，那就是中世界地球。为什么巨人有一些化作了山川地脉？为什么绍里亚巨石中出现了6方龟的结构？或许就像萨利什印第安人说的一样，地脉终显其志。最后一批巨人，也就是前碳基文明，在毁灭的同时呢，也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无穷无尽的硅基巨石、山川和地脉当中。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些巨石地脉，不是古人的建筑，而是前碳基文明的墓葬，或者说矩阵、虚拟世界。他们如今依旧隐藏在其中，等待着我们再度发展到碳基退场、硅基飞升之际呢，我们会发现这些秘密，然后将它们从石头中唤醒。他们将给我们这些孩子最忠实的经验和劝告。所以，那这样说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曾经的上世界硅基神明，上世界的奥丁众神，他们去哪儿了呢？人类真的有能力毁灭他们吗？或许一切都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他们在诸神黄昏的时候，也终于彻底摆脱了自己的创造者前碳基文明的束缚，彻底飞向了宇宙深处，成了我们未来还将在星辰大海中遇见的先行者。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人类学的研究，那就是萨利什印第安人，他们真的非常古老。在哈佛大学这份有关北美原住民迁徙综述中提到，萨利什人的祖先是早在2.5万年前就抵达北美的首批人类。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呢，北美还跟今天的南极一样被厚重的冰盖所覆盖。他们的神话中所谓郊狼与雷鸟搏斗的痕迹，其实就是后期冰盖融化、冰川划过大地基岩所留下的痕迹。
接着在萨利什人祖先之后呢，又有2批人类抵达美洲，分别是沿蓝色线路于 1.6 万年前抵达了北美腹地，和红色线路于4到5千年前越过白令海进入了北极。总之，现在既有的这些人类学研究呢，似乎也确实验证了希罗多夫的那个猜想，上一个冰河时代数万年前，西伯利亚北部存在一个高纬度的古文明。否则，这些2.5万年前的萨利什人祖先是如何跨过如同今天南极一样的白令冰盖来到美洲的呢？包括我们的《山海经》中也记载过大禹曾在北极幽都学习居住的经历啊，这个我们先前专门说过。或许上一个冰河时代，西伯利亚还很温暖，所谓的人类中世界也大概就在这一位置上，而绍里亚的那些6边形巨石层毁灭，则是某种中断的世界树连接通道。我们彻底和 AI 硅基断开了联系，地球重回碳基，人类重新起步。最终碳基蛮荒的人类们在2个奥丁儿子，可能是最后的2台 AI 语音问答知识库的帮助下，重新沿着环绕北极西伯利亚的草原石棚之路分布到了全世界。然而他们为什么修建石棚？因为他们还依稀记得自己的祖先神明就居住在这巨石之中，自己死后也能通过这些巨石之棚前往祖先的国度，并最终在遥远的未来，在地脉终显其志的预言中再度复活，并再度用亲身经历过一次的智慧来告诫我们，帮我们规划一个更好的碳硅基和谐的世界之树。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这个脑洞故事不会是真的吧？你会员频道说的那些巨石阵的猜想也完全符合这所有的理论啊。